下方李长寿做道衣，口中喊道：长庚领命。他话音一落，独木公手中的旨意化作一道道七彩流光，夹带着浓郁的天道之力，朝着李长寿飞射而来，径直没入了李长寿的胸口。霎时间，一股天道之力包裹住李长寿，那一道金光迅速地收缩，与那些七彩流光汇聚，一同钻入了李长寿的化身之内，径直去寻找他的本体。果然是这般，来不及庆幸，李长寿的本体已经被功德所淹没。万幸也只是降下了功德，并没有什么感悟之类的强行给他提升境界。修为境界是李长寿的底牌之一，这底牌非是威慑，而是迷惑。若是他在此时渡金仙劫，且侥幸地渡过去了，那就等于直接告诉旁人他只是刚修成金仙，这样反而更危险一些。只有让想针对自己之人摸不透自己的真实实力，才能让对方有更多的顾忌。那股旨意化作的天道之力，在李长寿的元神处凝出了一把七彩流光的长叉。李长寿的元神握住长叉，南海之上风云变化，海面掀起了阵阵波涛。元神立刻松开长叉，南海又迅速地恢复平静。这神位不只是意思意思，我现在貌似真的能够影响到四海各处。高空中，独木公又吸了一口气，高声道：玉帝陛下有赏。李长寿也不敢再去碰那长叉，静静听赏。玉帝赐下了3样宝物，第一样呢，就是四海水文宝录，记载着四海详尽的讯息。第2样为朝服，是一件功德灵宝，防护能力一般，但重点是穿着挺帅的。第3样宝物呢，是一把宝剑，乃是后天功德灵宝，其上刻有海神之名，可以凭此宝剑调动天庭兵马。有天将捧着3样宝物落下，李长寿接过之后，心底也是颇为感慨。玉帝也算够意思了，给神位，给功德，给权又给兵，这般丰沃的待遇，也不知道三教仙人是否会对天庭有一丢丢的向往了。仙识扫过，发现三教仙人的表情大多都是好奇，外加感觉挺有趣。反倒是众龙族的面色有些复杂，多多少少都有些羡慕。而今日的重头戏，此时方才刚刚开始。李长寿手握海神剑，轻喝一声：二教主敖乙何在？一声龙吟，敖乙自侧旁化作青龙飞来，盘起龙躯，悬浮于李长寿的面前。李长寿道：今我做海神，你为我四海水军大统领，当有天庭之神位。言罢，李长寿长剑前指，刚想分自身的一份神位功德出去，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，又是一道金光自南天门飞射而来，落在了敖乙的身上，将敖乙的龙躯包裹进去。李长寿挺好，省了。这金光比之前笼罩李长寿的金光要淡了许多，所蕴含的功德之力自然也就少了许多。敖乙身周环绕着天道之力，浑身各处龙鳞熠熠生辉。突然之间，一抹血红色的煞气自敖乙的额头飞出，凝成了一条漆黑的虚影，却被天道之力直接冲碎。那是龙族业障。敖乙获天道神位，哪怕只是最低阶，从属于海神的神位，却被洗掉了出生前就带上的业障。突然间，敖乙浑身各处涌出了一道道璀璨青光，功德之力隐于敖乙体内。敖乙又被浓郁的青光包裹，血脉之力再无限制，龙王血脉自此腾飞。青龙冲天而起，撞入了一片黑云中，黑云内外雷光大作，但是敖乙的气息却在稳步上扬。李长寿见状，
露出了淡淡的微笑。但是那数百位龙族高手此刻大半都是面露震惊，显然是有了极大的触动。不少老龙双目含泪，相顾无言，效果似乎是出乎意料的不错呀。龙族的出路，李长寿今日已经摆在了他们面前，怎么选也就只能看他们的了。那只长叉，这次李长寿保持着平稳的心境，元神的小手握在了长叉上，心底多了诸多的明悟。此宝物就是自己的神位所化，凭它可以掀起四海波涛，可以约束四海大多数灵智不高的生灵。自己今后若是在这四海范围内与人斗法，还可以借用这般神力。而且这个东西的探查效果似乎非常的不错嘛。李长寿的心念微微一动，此刻南海方圆万里的情形尽皆落在他的心底。而他也看到了，在这个范围之内躲藏在海面上空的几道身影。西南方向有3名老道，其中2个人是上次东海被赵大爷碰过的。西方教的人看到了此事，那就当真是再好不过。而在东南方向，也就在数十里之外，离着此地十分近的海边，一朵云雾之中，那道倩影静静而立，注视着此处。他何时来的？似乎察觉到了李长寿在凭神力窥探，云雾中的仙子轻笑了一声，倒是显露出了影踪，驾云朝着登云台而来。这位来了此地却并不愿意现身的仙子，自然就是云霄。也只有他这般高手，才能在数十里的距离躲过玄都大法师赵公明等人的探查。显然旁人并不知道云霄仙子躲在此处。李长寿借天道神器意外发现了仙子方踪，后者厉声感应，便不再躲藏，大大方方地飞向了登云台处。他只是不愿现身，并非不能现身。空中李长寿扭头看了几眼，从这个角度远距离看仙子，倒是感觉更加的恭喜海神呐！一声大笑，身着喜袍的月老出现在云端，带着大批天庭文臣武将向前，向李长寿不断拱手。李长寿收回远眺的目光，转身与天庭众仙家拱手做道揖，熟络地寒暄起来。作为天庭玉帝，最忌何事啊？那必然是手下仙神结党营私，架空神权。李长寿对此早有准备，与众仙神寒暄归寒暄，却始终保持着少许距离，既不得罪人，也不与月老老铁之外的神仙交好。待众仙家贺喜过后，东木公又驾云而来，笑道：海神，你且处理凡间事务，3年之内须得到通明殿中述职听宣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今日能得陛下赐下正神之位，也多赖木公这些年不断提携。海神客气了，今后你我同殿为臣，为陛下效力。若我有举止不当之处，还请海神多多提醒。木公言重了。这一对真假老神仙相视而笑，却是默契不减，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东木公与天庭众仙家告辞离去。高空中出现道道金光，接引天兵天将回归南天门。自始至终，天庭众仙神都被天道之力包裹，受天道庇护，这一点也算是天庭的一大优势。不过李长寿仔细地观察了一阵3教众仙的微表情，发现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触动。修仙本就为逍遥，何须天规束自身？3教仙人都已在圣人庇护之下，对天庭自然不会有什么兴趣。
李长寿心底不由浮现出封神大劫的表面起因，自然就是三教弟子目中无人，不遵天地之令，故天帝去紫霄宫哭诉，道祖召三清圣人牵押封神榜。像地心提尸如女娲，女娲一怒遣三妖，那都是依劫运而生的事端。量劫在此之前早已经开始运转。三教仙人看不上天庭，自然也有三教仙人的底气。反观那些龙族高手，一个个神情激动，不少老龙热泪盈眶，注视着在黑云雷暴之中翻滚的小青龙。李长寿今天也算是比较讲义气，没有直接下去接待贵客，而是在空中静静站着，等待敖乙完成蜕变。下方数不清的凡人在不断的跪拜叩拜，还有人以为海神要上天离开他们了。上到80岁的老妪，下到16、17岁的花季少女，那都是痛哭流涕，万分不舍呀。还好李长寿对熊寨神使传声提醒几句，众神使拿出了李长寿此前编的几段顺口溜，开始现场普及天庭小知识。海神啊，只是得了天地封赏，今后呢会一直庇护四海之滨，关照打鱼为生的渔民。顺便也宣布，海神教的神庙今后都会悬挂天地画像。天帝就是神仙的头头，管着所有的神仙。海神大典上的哭声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万民欢腾，赞美天帝的喊声不绝于耳。待敖乙冲出黑云，1000丈长的龙躯直飞天际，又在高空中对着李长寿俯冲而下，缩小身形，化作数十丈长短，主动落在李长寿脚底。青龙发出一声浑厚的呼喊：“教主哥哥！”李长寿略微摇头表示拒绝，但青龙固执地向下探头，将李长寿径直顶在头顶。随后青龙载着李长寿在天际飞舞遨游，又引来了1000龙相随，在南海之上飞舞许久。可惜啊，李长寿此时是一身长袍，并没有威武的盔甲头盔，手中呢也没有金光闪闪的钢叉，不然配一段这个雪花飘飘北风萧萧，那就绝了。此时敖乙的境界已经相当于人族炼气士的天仙境中期，这让李长寿颇为感慨。这种靠血脉提升实力的种族完全就是不讲道理嘛。人族修行要讲究参悟大道，而龙族呢只需要撸自身血脉就够了。羡慕不来，当真是羡慕不来。在南海上空飞了一阵，李长寿跳到云上，敖乙的龙身各处闪耀金光，化作人形跳到了李长寿身侧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咧嘴笑着。李长寿皱眉道：“你怎么人身时还是没什么变化呀？”敖乙低头看向自己少年身形，也是一阵的纠结，低头道：“可能是年少时的那次噩梦还未褪去的缘故。”啊，哎，李长寿拍了拍敖乙的肩膀：“不要太在意这些，这样的身形也不错嘛，啊，起码看着显年轻，是吧？”敖乙的额头挂了几道黑线，一阵哭笑不得。当年的那些冷面老道，如今却是一直查不到踪迹，让敖乙想找回场子都无地放矢啊。他们后方跟着的一条条真龙、蛟龙，此时先一步朝着海神大典飞去，各自化作人形，列队守在南海之滨。李长寿驾云带着敖乙朝着大典飞去。教主哥哥，有了天庭神位，咱们接下来该做什么？什么都不必多做，等你父王他们商议出结果吧。父王他们应当会有所决断了。大概半年之后我会去天庭报道，到时候你可要一同过去？敖乙重重的点点头，言道：哥哥你随时喊我就是。你今后肩上的担子会越来越重，若有什么烦心郁闷或者是拿不准之事，可以随时找我商议。
莫要走进死胡同，钻龙角尖。哎，敖乙笑着答应一声。这少年的笑容是如此的澄澈，让李长寿看着都有些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海神大典还在继续，但是主菜已过，接下来呢就是海神教内部的庆祝活动了。李长寿请三教仙人同回海神庙中喝茶，又让敖乙招待龙族地府的宾客继续观看庆典。大法师也拿出了东道主的气度，邀广成子、龟灵圣母、赵公明、赤精子、吴当圣母等圣人亲传弟子，一同为在场的道门弟子讲道论法。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，让阐结两教仙人都觉得此行不虚。此行不虚啊。如广成子这般高人对此也是颇感期待，毕竟他们只知玄都大法师深不可测，却不知道门大师兄道行到底有多深，一同论道多多少少能够探明一些。于是海神庙后堂顿时就成了讲道之所在。大法师轻拂衣袖，在海神庙的周遭布置了一层结界，李长寿却提前溜走，没凑这个热闹。虽然很想听大法师讲道，但是现在他的状况，渡劫已经是箭在弦上，只差几哆嗦了。若是因为听道而提前哆嗦几下，那事情就变得不可控了。此时渡劫的成功率还能再提，还有一些手段可以用上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不想自己栽在那一点欠缺的1%。男人嘛，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。